但信用管制措施上路到现在，我靠，10几年了，房价一直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控制。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你就做好嘛。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政策的 bug。为什么9月19号公布，10月19号又开放继承这条路？就没想到，人来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治大国变成烙大饼了。就可以这样翻过来，然后翻过去。你不会先想一下，你的专家学者都在干嘛？你可以把我们叫去访问嘛？你不用访问到我这里，你去找收购头嘛。收购头不是什么鸟招都知道，对吧？很恐怖欸。要是今天来让他设计所谓的信用管制，我跟你讲，一招就好了，一招封喉，我们大家就不用玩了，因为他是帅过头，亲自指点了，对啊，就问一下，那么突然继承又开了这条路，然后我们准备来了第8波，第8波现在你还有什么牌能打？我都为你感到紧张。离婚来买房真的能省到钱多贷款吗？3年后房市变化对你到底有什么影响？先说结论。如果你3年以后你才要交屋或是进行房地产的买卖，那我建议你都不要动，你看戏就好。有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会员影片会跟你说。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现在买房的剧本应该变成一次到位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你会需要离婚来买房吗？这次来闲聊，就是我上次会员影片上了以后，那支金融神权啪啪啪，有没有？就理监事会议第7波信用管制就有会员来问我说，他3年以后可能会被打到，那是不是要先离婚然后拿回自己的新青安资格？这样，这个我先说这个有 bug 就是新青安目前是到2026年7月31号，也不是你说的口中说的那个3年后。不过我们假设这个新青安就会持续，因为它持续的几率真的很高。那我们假设3年以后、5年以后都还有新青安的话，好，那这样子就是呼应到之前帅过头在直播的时候讲的无限新青安大法就是老公先新青安得到5年宽限，离婚之后卖给老婆，变成老婆用新青安5年宽限去借这间房子，然后老婆再卖给老公，老公是首购。你看美新现在1生1次用掉了，首购有3年宽限，然后接下来老公再卖给老婆这个首购3年宽限，你知道一路可以撑到10几年都是宽限期。假设这对夫妻有儿女的话更好，每多一个小孩成年以后再多宽限期的人头那么什么这样搞然后促进国家生育率什么有没的？你看这个我们政府布局多么绵密这一套又一套的但房价被抑制住了然后这个离婚的考量居然都被跑出来了百密总有一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各部会很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各干各的，而且都不统整一下人家为了离婚来获取新青安资格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论对错，你认为有没有道理？我跟你讲，这个有道理，这理性的人真的是会走到这样子的考量。可是这个是国家任何一个部门想要看到的事情吗？并不是嘛。就这样，央行干央行的，银行局干银行局的，财政部干财政部的，内政部干内政部的。然后 no， 然后就一起爆炸了然后 bug 一大堆这样。总之你要知道3年后交屋，你要调整剧本吗？那这个会员会问我，是因为他自己有一间自住有一间中古在出租之前就看房市大好，又去给他下定一间预售，预计3年以后要交屋。那他本来是预计到时候怎样把他的中古卖掉，钱就拿去接那些预售这样。但你也知道9月19号理监事会议以后就变天了。名下有房贷的自然人买第一房不能用宽限，然后买第二屋贷款变50%。当然现在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叫你签切结书切结书大法，这个我在八卦的时候会讲。总之他就觉得他的剧本被打乱了，然后害怕到时候卖掉，无法卖出自己想要的价格。最坏的情况就是我刚刚讲了，他把房子过给老婆以后就离婚等离婚以后他就变成有新青安的资格。他就有办法接这个预售屋，这样不管是成数还是宽限期都是新青安好一截嘛。先说结论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房地产政策变化极快，不正常的快。就像6月的理监事会议，第二屋变成贷款60%，然后9月的理监事会议，第二屋就只能贷款50%，所以很可能怎样？你再等个2年3年以后，到时候政策环境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最后你要知道，以不变应万变我建议你3年以后可能会要买卖房子的人，你现在就是先都不要动。我讲的不要乱动的意思是，你原本剧本怎样你就照你剧本走，因为我预估3年后，也就是2027年的 Q3 第3季到时候应该会迎来一次松绑或是变相的松绑。为什么？2028总统大选了，你不要忘了
我们今年2024年哦，我们也才投过总统而已哦。然后新青安什么时候上路？2023 8月1号，这不是总统大选前半年吗？对不对？所以总统大选前半年会推出牛肉，因为那时候在野党会各种来乱，你知道吗？像那个 KMT 他们就好贷好康贷，这个不用投期款，然后1500万，然后10年宽限期蛮乱喊，对啊。就会突然有人冲出来乱这样。好，所以下一次啊，执政党被乱的时间就是那个2027年 Q3，2027年 Q3，到时候各党都推出自己的正副总统候选人了，然后知道选不上了，就会开始他选不上嘛，他最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搅乱这个池子，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好处，这样就会来乱了啦。嘿，到时候的新青安，你把它取消掉，你怎么对应那个来乱的那个竞争对手？对，所以我们的判断是继续下去的几率极高，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变化或加码。这个就是反映我说的松绑，它不可能出一个政令叫做好来大家集合来记者会开始了吗？好，来开始。好，那个央行总裁本人在此宣布，我们过去不是这个信用管制已经打到第几波去了？好，全部取消，不可能啊！你们怎么可能啊？对，所以他会弯弯绕绕，会出一些招来破解这些东西，这就是我认为的政策的变相的松绑。如果他这次不松绑的话，他好不好选？你觉得？这个也不是只有我在说，是大家在房地产市场有在同时关心房地产跟政令的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以不变应万变。离2027 Q3 时间也不久，也不算很久都是等得到的。所以记得订我的会员，我每次理监事会议出来之后，我都有拍那个分析影片。对我们房地产贷款方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然后还有一些内政部会出了一些长期政策，比方说实价登录上限，租金实价登录是不是有的没的？好，就这些。那我的会员影片都会尽量赶在第一时间去拍出来，然后如果要调整，我会跟你讲怎么调整。以房地产的速度来说，你绝对都是来得及调整的。所以就是你没事的时候那就放我的影片，那边听我讲八卦。有重大政令或是改变或者是事件的时候，我会在频道第一时间通知给各位会员这样你的房地产剧本就可以很稳健我已经讲了嘛，这一波你未来可能要3年之内要接到新的预售的人，你先不要动你不要去离婚你先看戏就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离婚才能买房吗？因为离婚可以2个人都可以得到新青安那我先分享了睡过头前辈的什么无限新青安大法反正就是各种去想办法去凹到宽限期就对了。其实有更好的做法，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就可以实现所谓的无限宽限。这个如果要讲在会员影片那个的话，我找时间我再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实验给大家看。总之就是有一个学员他已经 emo 了，然后他之前就看房市大好，然后在有房的情况下还是很焦急的去买了一些3年后要交屋的预售现在很担心3年以后政策一样的话，他就没办法拿出预售屋的头期款会交不了屋我的判断是不用太担心接下来先看戏就好。3年以后房地产的政策一定跟现在又不一样了时间还久，还有时间去观察不用趁现在赶快去调整。我讲难听点，你要离婚，你也不用现在离嘛。你现在就提出他离婚，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对不对？那乱讲，还来问我，还要我帮他盖个章，然后他去跟他讲，老婆，我们离婚吧，我们公司小。总之就是这样，我的会员影片大概都会帮你去追踪这些政令的变化。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
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啊，或是出租找租客啊，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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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钱。讲八卦，我当然是不建议离婚的啊，那冲啥小？这个离婚是为了要搞定房地产贷款的事情，要得到2个人的心情安。好，我告诉你，你跟我说你很理性，100对真的来离婚为了心情安的人里头，绝对会出现假戏真做的人嘛，对不对？早就想要离婚了，然后趁这个时候离婚，他就结不回去了啊！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莫名其妙。所以啊，想离婚就是感情出现问题，就好好谈，你不要那边把那个能不能想办法找一个人背锅，然后现在背锅的人是谁？是新青安，现在背锅的人是财政部那个新青安是财政部管的，这人想干嘛？自己的婚姻自己好好去经营，而不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呢？这个新青安，那我们来离个婚好了我们来离个婚好了，你这个婚姻怎么再走下去啊？莫名其妙嘞。所以不用去管那些啦，继续看戏就好了。你看这个9月19号这个暴击等级的第7波信用管制，然后出来啪啪啪把投资人都打在地上我们在那边还在那边痛的时候，10月9号马上又公布新的政令假设继承又不算，不算又不算了，你首购又有机会拿到宽限期了。不是大哥9月19号到10月9号中间连台北还放了2天台风假马上就这样子改，我都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要打还是假的要打，怎么会那么奇怪？你要打就一次到位，你不要黏黏糊糊的，就像以前古代那边砍头，对不对？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要就来啊，就给个痛快嘛，不要这样黏黏糊糊的。信用管制如果有效，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第7波？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假设你在公司上班，然后那个总经理问你说，你去搞定这个信用管制这个东西，然后你身为一个大主管，你想说好。然后你跟总经理建言，你怎么建言我们的信用管制做预计未来会有18波信用管制，这样一路打下去，你一定被干了。你被总经理说为什么要打到18波你前17波都在干嘛？怎么可以这样？哪有这样子的？好，所以有效的伸头一刀缩头一刀，给个痛快，就应该是信用管制1、2、3波就会结束了，市场就冷到不行，房仲就各种失业丢鸡蛋干嘛有没的，就要这样子。让房地产瞬间就控制到这里，问题就在这边很明显。你看9月19号出来，大家都在挨，我也在挨，因为那个第255层这样子大家都在挨，结果挨这个痛都还没好的情况之下，你又开放了你又让它不那么痛了，又把它抱起来好好安抚了，这就不对，这就表示什么？这就表示还会有第8波，然后第8波完了第9波，这样子就是凌迟。我跟你讲，请问这个央行是会有快感吗？莫名其妙。
要就直接伸头一刀说，我赔钱我也甘愿啊，你们就让市场来个尘埃落定，不要那边现在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现在到底是怎样又怎样？多久了？但信用管制措施上路到现在，10几年了，房价一直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控制，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你就做好嘛。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政策的 bug。为什么9月19号公布，10月19号又开放继承这条路？就没想到，人来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治大国变成烙大饼了。就可以这样翻过来，让翻过去。你不会先想一下，你的专家学者都在干嘛？你可以把我们叫去访问嘛？你不用访问到我这里，你去找收购头嘛。收购头不是什么鸟招都知道，对吧？很恐怖要是今天来让他设计所谓的信用管制，我跟你讲，一招就好了，一招封喉，我们大家就不用玩了，因为他是帅过头，亲自指点了，对啊，就问一下，那么突然继承又开了这条路。然后我们准备来了第8波，第8波现在你还有什么牌能打？我都为你感到紧张。当初这个第1、第2、第3波信用管制就给它下下去，从此亲民，从此没有什么投资客这种事情，反而大家很好操作，该自产自产，该上班上班，也不会搞什么预售屋红单什么有的没的。先找专家学者，还是说政府单位跟投资客开会，他们觉得很不 OK， 很不好，那也没关系啊，你找代理人嘛，真的真的不要找我也没他厉害，你找帅过头，只要跟他访谈30分钟，问说假设要有一个第8波信用管制，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控制住房价不要失控，甚至你给他出一个题目，怎样做房价会腰斩，财政部、内政部、少子化办公室什么有的没的央行，他各个局处关系、利害关系，他通通都帮你排得好好了，编织出一个无敌的剧本 ，K 啦，那个帅过头前辈他一定做得到。你不要说帅过头了，我们都做得到，好不好？我们完全知道投资客软肋在哪里啊，就该怎么打就怎么，然后打到第7波，然后12月19号可能迎来第8波，不好玩，你知道？就是这个，就游乐场一直改规则，一直改规则，这个叫大家无所适从。那你反过来讲，这也是一个机会啊！现在就是乱世嘛，乱世就是有个机会嘛。如果打的就完全没有搞头，古井无波这样，你就没有人要做，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就是非常的明白，就是该自产，该收租，该包租公办，流派会泾渭分明，就没有人在跳来跳去到时候的机会会少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有实力的人，他真的会去包下几乎一个行政区所有的隔套，就那几个人在买，然后会树立起我们凡人很难去跨过的高墙，就对了，就寡占寡占这件事情就跑出来。现在这种乱世就是没有人敢去寡占，你知道现在想寡占的人他背负的风险有多高？我怎么知道一个政令下来之后我又要怎样了所以大家就是边看边走，边看边走所以一体两面啦现在乱世就有机会从0到1那如果当初信用管制一刀下去干干净净，没有人愿意再做房地产了，那很好啊，大家就去努力上班啊，大家就去开发新的技术或是干嘛，说不定这个 AI 浪潮，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席位，现在是一堆高精尖超高等级的人才，他们要么炒股票，要么炒房，请问这个对台湾的未来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帮助啊。对了，我就在讲我啦没办法，这个现在游戏规则就长这样，我们不进来打真的很奇怪那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就在忙我们本业上的事情我们在各自的本业也都是专家，好不好？我们我一堆那个观众好厉害，都是各行业的翘楚，做那种超级冷门生意的，然后做到隐形冠军、世界知名的那种公司工厂一大堆啊。结果他们现在都来跟我讨论那个高雄房地产，我当然跟他讨论得很愉快，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劲，这些人才就应该去做技术，而不是来做房地产。做房地产哪有什么技术可言不就是这样？对，有点浪费聊这干嘛？反正一体两面啦，现在就是乱世，准备迎接第8波信用管制然后我也希望不要乱搞，不要为了新青安来离婚或是干什么的，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反正到时候政策就会。我们现在在等什么？我们现在在等12月19号星期四的央行第4次理监事会议，2024年的第4次理监事会议，看会不会有第8波信用管制。然后接下来重大的节点就是2027年的 Q3，2027年的 Q3， 因为28要投总统，2027年的 Q3， 看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这2个节点先抓好，中间应该都不太会翻车才对，给你参考，不要去离婚搞什么东西好好买房的事情买到离婚，莫名其妙。